杀疯全台。肖战《藏海传》收视断层登顶，一句一切服务于作品撕开内娱流量遮羞布。家人们谁懂啊？2026年开年到年中，内娱真正靠硬实力逆风翻盘，两岸双线开花的演员，肖战绝对稳居前排天花板。最近2件大事直接刷屏全网，一是古装大剧《藏海传》在台湾中视收官，直接刷新本地收视纪录，断层拿下国语剧第一；二是他那句被光明日报盖章认可的演员就是以作品说话，一切都服务于作品，戳中无数观众，狠狠打破大众对流量明星的刻板滤镜。今天咱不吹嘘的，全拿实打实数据、业内评价、真实采访唠明白，看完你就知道，他能走到今天，从来不是靠热搜营销，全是一部部作品堆出来的底气。先把目光拉去台湾，看看《藏海传》到底有多炸裂，这个收视成绩含金量有多能打。很多路人看完数据都直呼离谱，完全是老剧重播，还能吊打本土新剧的传奇操作。2026年6月，《藏海传》正式在台湾中视地面频道收官，大结局周平均收视直接冲到 0.92， 稳稳拿下全台国语剧收视榜首，没有任何对手能碰瓷。更夸张的是，单日峰值直接突破1，创下中视近几年收视新高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甚至直接超过台湾本土播了几十年的长寿乡土剧《细说台湾》。要知道，本土长寿剧扎根当地观众几十年，国民基础根深蒂固，一部大陆古装剧能弯道超车，放在台湾影视市场简直闻所未闻。而且大家千万别忽略一个关键前提，这部剧一周只更新5集，每天仅播1集新内容，排播节奏稀碎，更新频率很低，根本不存在连更注水冲收视的操作，完全靠观众自发追更撑起漂亮成绩单。更绝的是，《藏海传》早在登陆中视之前，就已经在台湾迪士尼平台完整上线，播出整整1年，等于岛内观众早就线上刷完全集，剧情、结局大家全都门儿清，属于实打实的2轮长尾剧，不是新鲜首播剧。先往后台，全网播完1年再上电视，居然还能杀到收视第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超强长尾爆剧 buff 拉满。收视一路爆火之后，中视官方都坐不住了，紧急临时调整排播方案，疯狂加播重播片段，拉长整体播出档期，生怕观众看不够。这波热度直接辐射全台各大频道，爱尔达、中天多个主流频道紧随其后，轮番把《藏海传》安排进黄金档循环重播，相当于全台电视台集体靠这部剧拉动晚间收视，台面直接拉满。回溯4月下旬，剧集刚登陆中视首播的时候，热度就已经藏不住了。开播前3天，累计吸引 73.8 万收视人口，细分受众数据更是惊喜连连。15至24岁年轻女性群体平均收视 0.81， 年轻受众全覆盖。家庭主妇群体开播单日收视直接破 1.68， 中老年观众同样吃得下这套中视权谋故事，全年龄圈层通吃，不存在单一粉丝追剧的情况。路人盘庞大到吓人，不少网友还针对这份收视数据吵起来，讨论数字含金量，但只要捋清播出背景就懂，争议完全站不住脚。线上完整播完1年，更新频次低，本土老牌长寿剧做对比，多频道黄金档轮番重播，多重 buff 叠加下拿到这个成绩，足以证明剧集本身，肖战的表演完全跨越地域隔阂，不是短期营销带来的虚假热度，是能沉淀1年，反复收割路人观众的硬口碑。为什么一部古装权谋剧能在台湾爆成这样？核心2大关键点，剧集本身的中式美学内核，再加肖战封神级的表演，就连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都公开站台夸赞。先说剧集质感，《藏海传》完全跳出古偶流水线粗制滥造的套路，把大量非遗技艺融进镜头里，榫卯木做工艺、秦淮灯彩夜景、要发木偶民俗一一完整呈现，每一帧都是浓郁地道的中式美学，没有悬浮浮夸的服化道，细节处处藏着传统文化底蕴。郭正亮追完整部剧后，在节目里直言，剧本打磨得非常用心，人物逻辑、权谋布局层层递进，没有降智剧情，同时点名肖战表演分寸感绝佳，各类情绪戏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同类型古装男主里表现格外亮眼，
甚至直言多部古装剧对比下来，肖战对角色情绪的把控更出彩。再聊肖战的演技，全网公认无肖战不藏海，整部剧几乎是他一个人的演技大赏。全剧全程采用同期声原声台词，没有后期配音兜底，大段内心独白、隐忍哭戏、对峙爆发戏全靠现场一气呵成。角色藏海背负血海深仇，表面温润克制，内心筹谋隐忍，复杂多变的层次感被他演绎的细腻传神，细微到一个眼神躲闪、喉结滚动、指尖微颤，都能精准传递角色压抑的痛苦。爆发戏又收放自如，不会过度嘶吼显得尴尬。很多观众刷完剧感慨，光是几段无声哭戏就能反复回看，共情力直接拉满。抛开收视、演技层面，《藏海传》跨海热播还有一层更深远的意义，无数两岸网友都在热议这件事。两岸本就同根同源，共享中华传统文化脉络，古装剧里的礼仪、民俗、家国情怀没有地域壁垒，岛内观众能共情藏海的挣扎与坚守，本质是文化认同感的双向奔赴。多家台媒接连发文盛赞，称肖战是当下断层顶流、国民男神，不是粉丝吹捧，是当地普通观众用遥控器、收视数据投出来的认可。这部剧也被业内视作两岸文化交流的优质代表作，用影视内容搭建起沟通桥梁。《藏海传》在台湾拿下炸裂实际的同时，全网另一个热搜同步爆了。井号肖战说一切服务于作品。井号光明日报专门引用他的采访发言，各大主流媒体、行业博主、路人网友集体转发讨论，彻底把内娱流量大于作品的畸形风气狠狠对比了一番。接下来咱们掰开揉碎聊聊，这句支撑他走完整条演员路的核心理念，到底是怎么落地到每一部作品、每一次拍摄中的，没有半句空话，全是看得见的付出。一切服务于作品。肖战这句核心表态最早出圈是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宣传期，面对媒体采访，他直白说出内心想法。对于我来说，演员就是用作品说话，一切都服务于作品。同时他也提到，外界评价有好有坏，自己会主动吸收中肯正确的评论，面对争议、夸奖都保持平常心，不被外界声音裹挟，所有重心只放在角色和拍摄上。后续多次深度专访里，他反复重申这个观点，坦言自己最享受待在剧组的日子，一旦开机进入拍摄状态，就会彻底带入角色。我现在就是这个角色，我所有的一切都为这个角色服务。光明日报更是专门摘录这段话做专题内容，肯定他踏实务实的演员心态。在当下充斥炒作、立人设、综艺捞金的内娱环境里，这种作品本位思想格外稀缺。他还补充过自己对影视剧细节的理解，一部精良的作品肯定离不开每一个细节，这句话不是空喊口号，从《藏海传》就能找到无数佐证。拍摄《藏海传》期间，他主动参与角色全套服装设计，反复和造型团队沟通，精准调整戏服祥云图案的摆放位置、布料纹理垂坠感，只为贴合藏海不同阶段的心境。私下手绘专属角色生命图，分阶段标注人物成长、心理变化、复杂人物关系，哪怕剧组跳拍、戏份打乱，他也能精准衔接表演情绪，不会出现人设割裂的情况。曾经有记者问他，会不会给自己贴上匠人演员、长期主义者的标签，肖战给出的回答特别实在，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务实者，不会追求虚头巴脑的称号，踏踏实实做好当下手头上的事，打磨好眼前这个角色，就是演员最该做的本分。非科班出身的他，从踏入影视行业起，就一直抱着这份敬畏心，没有捷径，全靠一点点打磨。很多流量演员进组敷衍了事，台词靠配音，外形靠滤镜，肖战完全反着来，每接一个新角色，都会开启高强度前置准备，生理、心理层面全方位贴合人物，付出程度业内制片人、导演全都看在眼里。先说电影《德贤锦志》里的底层钳工莫德贤，为了贴近战乱年代底层小人物的落魄、拘谨状态，肖战提前查阅大量钳工行业史料，熟悉老式器械操作习惯，专门苦练南京方言，台词方言准确率达到 92%， 主动减重15斤，剃寸头，全程素颜出镜，刻意调整身形习惯，走路微微佝偻，肩膀紧绷，
完美复刻长期干体力活普通人的体态。业内评价，这是生理级别的角色投入，光是外形改造就能让观众第一眼忘记肖战本人，完全带入莫德贤。回到《藏海传》，他坦言整部戏付出最多的就是台词功底，古装大段文言台词，加上人物压抑内敛的情绪，很难靠语气外放烘托情绪。全程同期声拍摄意味着不能后期补救，每一句轻重停顿、呼吸节奏都要现场精准把控。他私下每天提前几小时到片场背词，对着镜子练习情绪分层，喜悦、隐忍、悲愤、麻木区分开，最终成片里台词和场景剧情浑然一体，观众很容易跟着台词带入角色情绪，不会出戏。更能体现沉浸式表演的细节，来自2026年6月的一场品牌直播，当时主持人夸他状态好，气质出众，打趣问他怎么又变帅了，肖战的回答直接出圈，可能又融入了新的角色。那段时间他正在拍摄悬疑剧《十日终焉》，饰演主角旗下，整个人的神态、气场都跟着角色调整，连日常出镜状态都会受角色影响，足以见得他拍戏时完全和人物融为一体，生活、工作都优先给角色让步，这就是一切服务于作品最直观的体现。聊到表演专业度，业内人士的评价更有说服力。肖战的微表情把控堪称教科书级别，细微的眼部颤动、嘴角克制的弧度、无意识的手部小动作，都能精准传递人物内心，情绪转换流畅自然，上一秒平静淡然，下一秒眼底翻涌痛苦，没有生硬断层。他最擅长挖掘角色内心矛盾，哪怕是戏份复杂、人设多面的人物，也能完整立住，不会演成单薄纸片人。戏外的自律和敬业更是剧组全员公认。拍摄《十日终焉》期间，拍摄强度极大，经常凌晨收工，甚至通宵赶夜戏，作息严重不规律，但肖战从来不会以此为借口松懈状态，无论拍到几点，第二天开工依旧提前到场，快速调整到最佳表演状态，从来不会迟到早退。《藏海传》制片人张本接受采访时特意夸奖肖战自律性拉满，片场从不拖延，不耍大牌，他严谨认真的态度会潜移默化带动整个剧组团队，所有人都跟着高标准完成拍摄，有很强的带头作用。不尬戏，不频繁接综艺分散精力，大部分空档期都泡在剧组打磨角色，放弃短期曝光热度，长线深耕作品，这份定力在内娱年轻演员里真的少之又少。空谈态度没有说服力，咱们直接盘点2026年肖战手里实打实的作品成绩单。电视剧、电影双线爆发，主流奖项接连拿到手软，权威媒体轮番送上祝福与肯定，每一份成绩都对应他长期深耕作品的坚持。《藏海传》核心实际收视层面，台湾中视收官周平均收视 0.92， 全台国语剧第一，单日峰值破1，超越本土长寿剧，多频道黄金档循环重播，线上播出1年依旧长尾热度爆棚。奖项层面，入围第31届白玉兰奖6项重磅提名，包含最佳中国电视剧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等核心奖项。肖战凭《藏海》一角入围最佳男主，创下2大历史性纪录。白玉兰奖13年来首位凭借古装剧提名视帝的演员，同时也是白玉兰史上第一位获视帝提名的90后演员，直接打破行业长久以来重现实轻古装的隐形壁垒。提名名单官宣当天，央视新闻专门发布视频送上祝福，配文此战大捷，金榜题名，官方认可度直接拉满。2026年6月4剧联播霸屏，同一时间段，肖战4部优质作品同步登陆各大电视台循环播出。《藏海传》、王牌部队、梦中的那片海、骄阳伴我，古装、军旅、年代、都市现实题材全覆盖，不同圈层观众都能找到适配剧集，形成全时段霸屏现象，足以证明他作品库存质量稳定，没有烂剧消耗路人好感。电影得闲紧至2025年12月6日内地上映，小成本制作却一路票房逆跌，最终内地总票房突破12亿元，入选猫眼娱乐财报贺岁档前3。同期上映好莱坞大片夹击下，依旧稳住票房底盘，非粉丝观影人群占比超60%，路人口碑扛打。奖项收获更是含金量十足。
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，凭莫德贤拿下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，是该电影节首位90后获此荣誉的男演员。亚洲艺术电影节斩获金海燕奖最佳男主角大奖，短短75天内，电视剧品质盛典视帝、大学生电影节影帝、亚洲艺术电影节影帝收入囊中，完成影视双帝里程碑式突破，彻底撕掉大众贴给流量明星只会演戏，拿不到主流奖项的标签。东方卫视知名主持人曹可凡专门发布专题点评肖战，评价他沉下心打磨演技，包容外界不同声音，始终守住演员初心，直言凭借《藏海传》冲击视帝实至名归。除央视新闻、光明日报外，多家主流官媒持续刊发文章，认可他扎根作品、低调务实的职业态度。全网网友更是达成统一共识，肖战没有靠频繁热搜、综艺营销维持曝光，完全用一部部作品、一个个鲜活角色兑现用作品说话的承诺，专业态度、完整作品完成度征服业内前辈和普通观众，打破外界对流量群体根深蒂固的偏见。话题：井号肖战说一切服务于作品，井号长期盘踞微博热搜榜单，海量网友、媒体账号转发讨论，大家对比当下内娱乱象，感慨万千。现在太多明星把经营人设、制造话题放在第一位，作品反而成了附属品。肖战这种作品优先的路线看着难走，却是能长久站稳脚跟的唯一出路。很多人提起肖战，第一反应只会说顶流，却忽略他背后舍弃的东西。手握顶级流量资源，他完全可以疯狂接综艺、接短期商业快餐剧，快速收割热度和收益，但他反其道而行，主动压缩曝光，把绝大多数时间封闭在剧组，沉下心打磨角色，拒绝消耗自身口碑。外形条件优越，原本可以走轻松的古偶像路线，靠颜值圈粉，不用吃拍摄苦，但他主动挑战反差极大的角色。藏海传隐忍权谋文人，德贤紧致底层贫苦钳工，王牌部队热血军人，梦中的那片海年代青年，十日中烟悬疑主角，角色跨度极大，不重复，不局限舒适圈，每一步都主动跳出安全区。非科班出身是他早期最大短板，所以他比科班演员付出双倍努力，私下钻研台词、形体、情绪表达，从早期作品到如今同期声原声驾驭大段复杂台词，肉眼可见的稳步提升。这份持续精进的毅力，不是所有流量明星都能做到。这次《藏海传》在台湾创下收视新高，搭配白玉兰历史性提名、电影双影帝加持，多重实际叠加，再加上光明日报盖章认可的职业理念，足以证明一件事：流量从来不是原罪，浮躁、轻视作品才是。肖战用亲身经历证明，偶像出身的演员不用在流量和实力二选一，只要守住一切服务于作品的初心，流量可以转化为传播力量，把优质国产影视剧、中华传统文化带到更多地区，实现文化双向输出。岛内观众愿意循环刷完1年前的老剧，主流奖项愿意打破题材偏见，给古装演员提名，业内导演、制片人愿意反复合作，官媒持续肯定，全部源于他对待作品100%的诚意。没有捷径，没有投机取巧，提前做足角色功课，拍摄全程自律敬业，不炒作，不制造无谓争议，把所有精力倾注在镜头前的角色身上，才换来如今两岸开花、口碑实际双丰收的局面。纵观2026年上半年内娱，能同时做到电视剧出海报收视，电影拿专业影帝，斩获主流电视大奖历史性提名，还收获官媒持续正向认可的年轻演员，肖战独一份。藏海传全台收视创新高只是阶段性成绩单，支撑他不断创造新纪录的内核，还是那句被无数人转发的话：演员就是以作品说话，一切都服务于作品。在人人追求短平快热度、靠话题博眼球的行业环境里，愿意选择深耕作品这条慢路，耐住寂寞打磨演技，兼顾影视双线质量，同时承担文化传播的价值，真的很难得。期待后续十日中烟以及他更多全新作品，继续用优质角色带给观众惊喜，也希望内娱能多出更多像肖战一样，把作品放在第一位，踏实务实的演员，少一点营销炒作，多一点用心打磨的好故事。